20几年前风靡一时的黑皮西瓜竟然消失了。可能有些小伙伴对黑皮西瓜没什么印象，其实黑皮西瓜就是外表偏黑的绿色，而西瓜皮上没有任何纹理的西瓜。黑皮西瓜的个头普遍较大，在80年代的夏天买一个黑皮西瓜，放进井水里冰镇一下，够全家人吃个2天。回想起来也是仅存的童年回忆之一了。而这曾经独占西瓜市场的黑皮西瓜，在现如今的市场上已经看不到了。很多网友们也纷纷跳出来怀念童年的味道。但也有网友们表示，现在市面上的西瓜品类很多，而且现在的西瓜在培育的时候就十分注重品质，重视消费者们的口感。就像现在很火的无籽西瓜，成为了那些喜欢大口吃西瓜又不愿意吐籽的人的首选。口感好，吃起来方便，所以对于黑皮西瓜的消失，部分网友们也表示不太在意。其实很多人并不是执着于黑皮西瓜是否出现在市场上，只不过是想给小时候的回忆画上一个清晰的句号。在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人们的衣食住行不断升级，虽然科技给人们带来了便利，但是人们却总是时不时的回想起那个朴实的童年时代。为此，了解黑皮西瓜为什么退出历史舞台，实际上是为回忆童年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条件。黑皮西瓜品质非常优秀，它为什么会被市场淘汰呢？首先黑皮西瓜的皮非常的厚，买回一个西瓜发现1/4的部分都是西瓜皮，这是让如今追求皮薄馅儿大的消费者们所不能接受的。现在市面上的玉麒麟、美都等品种的西瓜，培育的时候就很注重表皮的厚度，目前已经成为了非常受欢迎的薄皮瓜，所以从这一点看来，黑皮西瓜完败。第二点就是之前提到的个头大。普通的黑皮西瓜有10几斤甚至几十斤，而且现在的每个家庭的人口没有以前那么多，所以好几天吃不完，西瓜坏了也很浪费，所以人们更愿意买那些个头小点的西瓜，现吃现买。我们再从瓜农的角度来看，黑皮西瓜的产量其实是比较低的，一根藤上就长一个瓜，而且在生长的过程中还需要人工授粉，这无疑是提高了瓜农们的劳动成本。另外，现在越来越多的产量大、种植简单且受欢迎的瓜种被培育出来，所以瓜农们纷纷舍弃了种植黑皮瓜。黑皮瓜还存在着一个比较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上市晚。当其他品种在剩下的市场上竞争的时候黑皮瓜竟然还没熟，它一般会在夏末的时候才会成熟上市，完美的错过了吃瓜高峰期。民间有一句老话叫做秋不吃瓜，所以等到黑皮瓜上市的时候人们已经不太会经常买西瓜吃了，这也就导致了黑皮瓜销量一直上不去的尴尬局面。所以从上面4点原因来看，黑皮瓜在市场不受欢迎，甚至达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程度也是必然的。毕竟太多性价比比它高的竞品出现了，被市场淘汰也是意料之中啊。所以那些怀念黑皮瓜的小伙伴们也只能在童年的记忆中寻找黑皮瓜的味道了。中国为什么能实现西瓜自由？现如今在市场中你会发现可选择的西瓜品种有10几种，当品种越来越多时，产品的价格也会越来越实惠。所以在食物品种的培育方面，中国一直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为的就是让老百姓吃上物美价廉的东西。现在中国家家户户都能吃上西瓜，甚至到了夏天，西瓜更是几毛钱1斤的白菜价。可是和我们同纬度的韩国、日本呢，一个西瓜几百块人民币，成了比榴莲还贵的水果奢侈品。我们在嘲笑日本、韩国吃不起西瓜的同时，不应该忽视国家在为人民吃食方面所做的努力。其实像西瓜这种国外吃不起、国内白菜价的情况发生了很多次，比如在前几年非常火的秦王葡萄。秦王葡萄原产自日本，在日本国内也处于高档水果的行列。当初秦王葡萄在中国市场开始流行的时候，价格达到了100多1斤，俨然是奢侈品水果。而秦王葡萄之所以这么贵，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秦王葡萄全靠从日本进口，因为日本没有把秦王葡萄的种植方法告诉中国，所以在当时日本靠着秦王葡萄的研发专利赚了一波。从销量来看，秦王葡萄在中国市场中比较受欢迎，所以中国马上进行了本土种植秦王葡萄的方法研发。功夫不负有心人，1年后，中国果然成功培育出了秦王葡萄，且口感和日本的没有太大的区别。就这样，国家把秦王葡萄的价格打了下来。现在市场上的秦王葡萄价格已经降到了10几块钱1斤，让更多的人实现了秦王葡萄自由。
科技的发展给社会中的物品进行了一次筛选，那些不能适应市场发展趋势、不能给消费者提供便利的东西，终将会被这个社会淘汰掉，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当然，有很多感性的小伙伴也在感慨，很多带有童年回忆的物品也随着社会的发展慢慢消失了。其实物品的消失并不是遗憾，反而它将会完整的出现在你的回忆中。追溯回忆，会发现它变得更值得怀念了。每天嗨科普，我是闪电哥，咱们下期见。